我天生招桃花体质，自小学起就收情书收到手软，父母怕我早恋，以毒攻毒，早早给我定了一门亲事。有一个官方男友，竟真的挡了不少桃花。谁知上大学后，我爷爷去世，我回老家奔个丧，竟被人种上了传说中的月老印。被种上月老印，就必须嫁给月老印的主人。可我是有未婚夫的呀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我老家有个传说，有男娃的人家为了防止儿子娶不到媳妇，会暗自物色姑娘，给儿子定一门古亲。被相中的女娃身上会出现一枚独特的月亮印记，美其名曰月老印。如果女娃家无法破解，只能嫁给这个男娃，无论他是傻子、瞎子还是瘸子，否则月老印便会长满女孩的全身，最终由内而外溃烂而死。以前我妈给我讲的时候，我都当故事听了，从未放在心上。主要是我自小不在老家生活，这种事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直到我爷爷去世，我回去奔丧，不想竟遇到了这等怪事。起初我以为是过敏，后来挠着挠着，锁骨左上方便出现了这个淡粉色的月亮印记。我给我奶一看，我奶当时就骂开了：哪个不长眼的打我孙女的主意，真是闲活长了。我妈急得直跺脚，怎么办？咱们西西可是定过亲的人啊，不管定没定过亲，咱都不能吃这个亏。我爸说，月老印其实是一种蛊，极难养也极难种，一旦月老印被破解，月老印的主人还会遭到反噬。所以正常能娶到媳妇的人，谁费这劲？只有娶不到媳妇的人家才会不择手段，不惜一切代价，违背别人的意愿去种这月老印。那就意味着这月老印的主人极有可能是残疾或者相貌极丑、品质恶劣之人。我奶叹了口气道，要解印得先弄清楚谁家种的，你也要是还活着就好了。我也是解月老印的高手，以前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，没人敢打我们家的主意，如今他老人家一走，便有人跃跃欲试了。谢谢，最近吃了什么不该吃的吗？尤其是外人给的东西。我奶奶问我，我想了想道，没有啊，来之前我爸我妈说了，不让我吃外人的东西，办丧事这几天我都是在家吃的啊。那就是熟人动的手，而且很有可能就在我爸丧事结束那天的宴席上。我爸气得一巴掌拍在桌子上，宴席上人多菜多，不一定什么时候中招的，真的是防不胜防。可那天来的都是亲朋好友，是谁这么恶毒？我妈又气又急，忍不住掉起了眼泪，把家里有男娃的列出来，尤其是没娶媳妇的、残疾呆傻的。我奶话音一落，我爸翻了纸和笔，开始列清单。宴请的亲朋一共153人，里面家里有未婚男孩子的有13人，其中10人已经在谈婚论嫁，剩下的3个，一个是邻村我表叔家的大哥，先天有残疾，一只眼睛有些问题，30岁了还没对象；一个是同村3大爷家的孙子，出车祸断了一条腿，自暴自弃；27、8的大小伙子什么也不做，窝在家里打游戏，3大爷为他的婚事愁白了头；还有一个是我们同族同姓的孤儿，叫天良的，穷困潦倒，由于自小营养不良，身材矮小，相貌丑陋，快40岁了还没结婚。天良不会，我是看着他长大的，咱家的旧衣服基本都给他穿了。他一没父母，2没兄弟，就算想中月老印也没那个本事。我乃摆摆手，排除了天良。西西，你明天跟我去这2家串串门子，探探他们的态度。奶奶看我心不在焉的样子，恨铁不成钢的倒了我脑门一指头，怎么生个这么没心没肺的？都这会儿了，还一点都不知道着急。不是我不急，是我在想我那小心眼的未婚夫知道了会有什么后果。我妈心虚地看了我一眼，说起来，这门亲事还是拜我爸妈所赐，早早的就把我抵了人情债了。偏偏我爸又没有眼色地提起这茬儿，这要是顾城那位知道了，可就糟了。我奶奶不解地问：西西的未婚夫吗？啥时候带回来给我看看？
你们也是，西西定亲这么大的事都没跟我们商量。我爸干咳了一声道：事出突然，来不及通知你们。当务之急就是找出中月老印的人，免得我未婚夫崔琰生气。其实我倒是很期待他生气的样子。这禁欲又小心眼的，以前只在小说里看到过，在现实中就没见过这种，还挺好玩。次日，我奶带着我先去了同村三大爷家，旁敲侧击问了三大爷，三大爷说的没有一句是我们想听的，全是废话。我只好亮出了锁骨上方的月老印。三大爷恍然大悟道：老嫂子，真不是我家，咱们两家那是世交。再说了，西西可是大学生，我家那个可高攀不上。再说了，老哥哥在世的时候说过，月老印不是正道，让大家不要再用了，谁家再用就要被赶出村子。老哥哥虽然不在了，但我还没混账到他尸骨未寒就动人家亲孙女。三大爷再三保证，样子也不像作假。这月老印一般种上之后，半个月之内，月老印的主人必定会现身到女孩家里提亲，并表明身份。现在虽然早了一些，但如果是三大爷替他孙子种的，没有不承认的理由。走出三大爷家，我奶带着我就赶往邻村我表叔家。没想到出来迎我们的正是我那眼睛有问题的大表哥。他虽说眼睛有问题，但为人憨厚老实，看起来并不像坏人。他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皮，笑着说我们来得不巧，正赶上表叔请媒婆到家里来，托他去表哥的心仪对象家里提亲。我和奶奶对视了一眼，连门都没有进，便告辞了。居然都不是，那会是谁呢？回去的路上，奶奶安慰我：西西呀，不慌，船到桥头自然直。那种月老印的人迟早要上门的，咱们见招拆招，也未必会输。我小鸡啄米般地点点头。奶奶既然说了，不慌也得表现得慌一些。其实慌我倒是不慌，我是膈应，那种被人算计了的恶心。再慌，能有我见到崔琰慌？那简直不是人好吗？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线。崔氏是当今极少数的隐修世家，那是会法术的，他们辟谷又禁欲，跟我一爱吃辣条、烧烤、冰激凌的凡人极其不搭好吗？崔氏男子许是常年清修的原因，崔琰本人长得天怒人怨不说，还气质清冷，自带一股仙气。每次他一出现，必定引起轰动，我的潜在追求者们纷纷自惭形秽，以至于这些年我再也没收到一封情书。这些年，他拿着未婚夫的尚方宝剑，替我爸妈名正言顺地关怀着我，管理我的身材和饮食。不健康的食物一概不许吃，我绝食抗议几次后，得到的结果是3个月吃一次辣条，小半年一次烧烤，1年才吃一根冰激凌。至于熬夜打游戏、泡酒吧、摸男模之类的，更是想都别想。长得好看也不能这么糟践人啊，是吧？我正对某人腹诽时，不想一到家门口，便看到了门内那一抹熟悉的身影，头顿时嗡了一声。那个奶，你先进去吧，我还有点事，还得出去一趟。我奶诧异间，我已经一溜烟跑了。我知道我爸妈会把那个黑脸神找来，但没想到他会来这么快。想想3年以后，我就要天天面对这驼兵，我就头疼。程西西，我有那么可怕吗？我正慌不择路，不料差点一头撞在某人身上。俊美朗目，带着一丝飘然出尘的冷意，不是崔琰是谁？可怕，你比我线性代数老师都可怕。我一时没刹住车，脱口而出。如果不出意外，崔琰马上就要生气了，他一生气便会对我使用禁言术，那对我这种话痨来说，简直生不如死。我恨不得拿棒子给自己敲晕了。谁知他竟然没生气，反而淡淡一笑，贴心地帮我拢了拢跑散了的发丝。岳父岳母说了，让我对你再温柔一些，之前是我太冷淡了，以至于你连种月老印这种法子都想出来了。是我不对，以后你想吃辣条我给你买，想吃冰激凌也不是不可以。等等，几个意思？他们3个趁我不在分析半天，竟然得出月老印是我自己种的神结论。
给我气笑了。他们也太看得起我了，他们也不想想，我一生物和化学常年不及格的学渣，上哪儿会养蛊，还中月老印。但我转念一想，崔冰块居然要给我买辣条吃，连冰激凌都可以，简直不要太爽。真的，那先买2包辣条和1根双球冰激凌给我，先试试好不好使再说。崔琰淡淡的点头道：走吧，你来选，我买单。等辣条和冰激凌拿到手，我吃饱舔足，打着嗝才给崔琰说：那个月老印真不是我自己中的，你们猜错了，我对天发誓，嘿嘿。崔琰的脸顿时黑了下来，咬牙切齿地道：程西西，嚯，这次真生气了。停，不许给我用禁言术了以后，否则我就嫁给那个中月老印的人，给你戴绿帽子。程西西，你敢？崔琰的脸更黑了。你看我敢不敢？我鼓起勇气瞪了回去。这些年，本仙女就没有这么有恃无恐过。她墨蓝色的眸子里风起云涌，翻腾着怒气，怒气里映着我傲娇的脸蛋。我会阉了中月老印的混蛋！有，你犯了崔氏子弟不说脏话的家规了！哈哈哈！我指着崔琰笑了起来。崔琰后知后觉，蹭一下耳尖红了，捏了个神行扶盾走了。又羞又怒，恼羞成怒。若是刚才有剑在手，我都不怀疑他会对我一剑穿心。我就喜欢把崔琰这样的看着冷淡禁欲的小道士拉入凡间，看着他生气、害羞、懊悔，简直不要太爽。西西啊，西西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打电话也不接，你舅妈来了，你爸妈让你快回去。奶奶一脸焦急地道。我一看手机，果然有好几个未接来电。我之前怕我爸妈打电话让我回去见崔琰，所以故意调了静音。谁知道崔琰追出来找我，我忙着气他，一时忘了调回来了。他来做什么？他一个人来的。还有你表哥。对了，我那孙女婿哪儿去了？我拍拍手，自豪的一笑。让我气走了。我乃忍不住瞪了我一眼。多好的孩子，你咋就不喜欢呢？那是崔家主的亲孙子，崔家主对你爸妈有救命之恩，你这个糊涂蛋！您之前不是说不知道这回事的吗？之前你爸妈提过，我没对上号。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，家世好又有本事，西西啊，是有福气的人。可他家要辟谷啊，还不许吃垃圾食品，什么炸鸡、油条、辣条、烧烤、冰激凌，一概不许吃。奶奶，我一想到我要一辈子忌口，就觉得人生好灰暗啊！我抱着奶奶手臂撒娇。奶奶摸着我头发道：西西啊，都18岁的大姑娘了，不能再这么孩子气了。一口吃的可真抵不上一个金龟婿哦。也许你现在不觉得，再过10年你就知道了。但错过的人，也许永远就错过了。时光不能倒流，也没有后悔药可吃。你听奶奶的，跟崔琰好好的，用点心。等解决了月老印这件事，奶奶啊，给你们补办订婚宴。我点点头，在奶奶脸上亲了一口。知道了，奶奶，我会认真考虑的。这才怪。我和奶奶一进门就听到我舅妈大呼小叫的嚷嚷，说我妈没有履行对舅舅的承诺，没有好好照顾他们母子俩。他的儿子是10里8乡最优秀的男人，却娶了一个病秧子。如今病秧子快死了，让我妈陪他一个好儿媳。早年间，我舅舅辍学打工，供我妈上大学，可惜眼光不好，娶了一个糊涂媳妇，结了婚天天闹，撺掇我舅舅去我家要钱，让我妈报恩，又哭着说自己命苦，嫁了个没本事的，逼着舅舅一个人打3份工挣钱，早早累死了。舅舅去世前放心不下舅妈和表哥，就托付给我妈，让她照应着点。我记得素莹嫁到你家之前身体还可以啊，怎么才2、3年光景就要病死了？生病了就给人家看病，别不舍得钱。我妈倒了杯茶放在我舅妈面前，又冲我爸使了个眼色，这是让我爸去拿钱。这母子俩一般都来要钱的。谁知我舅妈眼睛一翻道：钱我家有，
我家缺的是媳妇。正说着，我和我奶进了屋，我舅妈看到我眼睛一亮，笑着站起来，一把拉住我的手道：哎呦，西西呀，女大18变，越变越漂亮了，看着屁股又大又圆，太适合生养了。我一把甩开她，心里直犯恶心。果然把女人严重物化的还得是老女人，眼里除了繁殖和钱以外没别的东西。我舅舅老实本分，怎么就找了这么个玩意儿？舅妈你坐下，我就算再适合生养也跟你没啥关系。谁知这老女人把声音提高了8度，道：怎么没关系了？咱们可是亲戚，等你素莹嫂子不在了，咱们还可以亲上加亲。我还没反应过来，她就从她身旁一把把自己儿子推到我面前道：西西啊，你看看你表哥，人高马大，身强力壮，模样俊，人又聪明，打着灯笼都找不到啊。我那长得跟金刚一样的表哥有些不好意思地揉揉鼻子，看着我嘿嘿直笑，眼睛里竟充满了情欲。呵，啥情况？他这是带他儿子相亲来了。听他的意思，等素莹一死，我这憨表哥就想再婚了。好个无缝衔接！我妈气得脸色发白，上前一步挡在我身前。我奶奶径直到院子里找扫帚去了。嫂子，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这次我不跟你计较，这种混话以后就不要再说了。西西爸爸去给你拿钱去了，拿了钱就走吧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我妈心脏不好，这一气隐隐有些呼吸不均匀。我拍了拍我妈，扶着她坐在椅子上，示意她安心。哟，这是看不上我家咋的？俺儿子眼光可高，能看上西西是西西的福气。再说了，西西身上可有俺家的月老印，不嫁也不行。哼！老女人抱着膀，鼻孔朝天，一脸傲然。我那表哥也是一脸得意，看我就像看碗里的菜，势在必得。原来月老印是他们种的。我想起来了，我爷爷丧宴的时候，我舅妈特意挨着我坐，给我夹菜又倒酒，热情得很。我当时觉得她觉得我死了爷爷，可怜我，怕我难过，所以对我比往日照顾多了些。没想到居然是在给我下蛊。我们一家都没想到了，这对母子脸皮这么厚，这么丧心病狂，媳妇还没死就已经开始谋划续弦了。当初排查亲朋的时候，我们第一时间把已婚的划出去，看来是大错特错了。这位女士，你犯了3个错误。首先，我还没到法定结婚年龄，你这么做违反了婚姻法。第二，我和我表哥属于旁系血亲，若是结合的话，属于近亲结婚，同样违反了婚姻法。第三，强迫他人结婚，同样违法。你这样我可以报警，要搞清楚。我舅妈和表哥只是微微一愣，哼一声，依旧是一脸不屑。警察来了又如何？我们现在可没犯法，顶多算家庭纠纷。嗨，还挺懂啊。这时我爸和我奶回来了，两人一手拿扫帚，一人拿铁锹。很显然，我奶奶已经把事情给我爸说了。我不妨告诉你们，我们既然敢来，敢认下这月老印，那是做了万全的准备的。你这个大学生，我儿子娶定了。我爸红着眼，一铁锹就要拍下来。老女人手一挥道：哎，月老印不解了。我给你们说啊，这可是我们请高人整的，没人破的了。不嫁给我儿子，就等着浑身生疮烂掉吧。之前就听说我舅妈跟一个老神棍混在一起，不清不楚，原来是混在一起琢磨害人的东西啊。我奶奶气得嘴唇直哆嗦，要是我老头子活着，怎么能容你们这么欺负人？这些年他们夫妻待你们不薄，你们这么做也不怕报应。老女人轻哼一声道：都是些小恩小惠，也值得拿出来说。我家那个死鬼可是供了西西他妈上大学的，那改变可是命运。你们敢说，如果西西妈不是大学生，你家能娶她？拿着仨核桃俩枣的打发我们，当我好糊弄啊？你们看看我儿子，一表人才，凭什么我儿子这么好的基因要浪费掉？西西妈介绍的那个素莹是个病秧子，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，
这2年我的儿子都白费力气了。我妈气得直哆嗦，掏出手机要报警。报警吧，警察来了最多判咱们互殴，谁怕谁啊！我爸举起铁锹，一声怒吼道：滚！走，可以，我就是给你们说一声，西西若是实在不愿嫁给我儿子，给我生个孙子也行。我们母子相中了西西的样貌和智商，生出来的孩子不会差。老女人话没说完，我奶奶一扫帚打了下来，她儿子拦在前面，我爸一铁锹拍在我那表哥的身上，打得滋哇一声惨叫。母子2人狼狈地逃出堂屋，站在院子门口大骂，引得4邻都来看。我给你们说啊，他家闺女被我家中了月老印了，按照老规矩是我家的人了，你们都做个见证。老女人坐在地上撒泼，完全不顾大家的指指点点。有认识的人说，你儿子不是早就结婚有媳妇了吗？现在祸害人家小姑娘干什么？我儿媳妇快死了，我得给我儿子预定一个，可怜天下父母心，我着急的抱孙子啊！哎呦，我对不起曹家的列祖列宗哦，这曹家的姑娘不顾娘家哦，连个闺女都舍不得啊！老女人一边嚎一边拍着大腿。我爸跟我表哥互相推搡着，无暇顾及这边。我妈气得捂住心口，我扶着我妈，拍着她的背，帮她顺气。这不是胡闹吗？媳妇还没死，就忙着定亲了。谁家闺女不是闺女，嫁给你家算是瞎了眼了。就是，这世上还有这种人，感情大家都要围着你家转。这封建社会完蛋这么多年，还没带走这种传宗接代的臭烂思想，这哪是亲戚啊，这是毒妻。就是在人家丧宴上动手种月老印，真不地道。报警吧，这种泼皮无赖让警察来收拾。报警有什么用？警察可不信什么月老印，顶多让去看个皮肤科。我看也是，最多批评教育一顿。嗨，这还治不了他了。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纷纷指责舅妈母子做的不对。你们也别说俺们不对，你们就说说谁能解了俺家这月老印？不能解的都把嘴闭上。老女人有恃无恐，嚣张至极。在这场纠纷里，很明显，我妈妈是最生气的那个人，她辛辛苦苦维系的娘家人在她背后动刀子。我是她最宝贝的女儿，最在意的人，他们算计我，比她自己被算计还难受。我奶刚才打这两母子闪了腰，站在我们身边动弹不了。我既心疼我妈，又心疼我奶，一把拿过我奶手里的扫帚，将我妈交给我奶，走到老女人面前。婆婆，你听好了，我是订了婚的人，订的是顾城崔氏，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就算解不了这月老印，浑身烂透，也不会如你的愿。现在请你滚出我家。长这么大还没试过用扫帚打人，今天看来要开张了。哈哈，还顾城崔氏，你跟我演古装电视剧呢？死妮子，我们压根儿没听过你订婚的消息，就算是你订婚了就怎么样？破不了月老印就是我们曹家的人，死了也是我们曹家的。呜呜！崔琰的禁言术。一身玄青色国风休闲西装的崔琰一步步走过来，身上带着淡淡的光晕，刚才还在叫嚣的曹家母子都张不开嘴了。众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如童话里面走出来的男人。不得不说，崔琰长得真是养眼，身上自带一股仙气，还有不怒自威的冰冷。跟西西订婚的就是我，我叫崔琰，家住顾城。你的月老印我自会破了，但你要想清楚了，我若是破了这个月老印，做这个月老印的人，下蛊者以及受益者都会遭到严重的反噬，重则丧命，轻则痴傻。3天为限，3天之内，你们来我岳父岳母家赔礼道歉，给西西解了这月老印，否则我就亲自动手。崔琰说完这些，拍了拍手。老女人和她儿子魔怔般一步一步离开了我家院子，离开了我家的胡同，直到消失不见。众人纷纷鼓掌喝彩。西西啊，你找的这个未婚夫不会是个神仙吧？哇，好帅啊！小伙子，大叔看好你，长得比影帝还好看，这要是去当演员，
还有哪些当红小生什么事哦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，崔琰只是淡淡的点头致意，拉起我的手。我爸将众人劝走，关了大门，扶着我奶和我妈进屋休息。我有些心虚地盯着崔琰，很怕他像我嘲弄他那般嘲弄我。可他没有，他用他修长的手指轻轻抚平我微蹙的眉眼。程西西，没有人可以欺负你，你放心，我会给你讨回公道。不知为什么，我突然想哭，就像受了委屈的孩子看到了自己的亲人。我哇一声哭出声来，扑进崔琰的怀里，鼻涕眼泪蹭了他一身。我以为你走了，再也不理我了。崔琰，我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。他轻轻拍着我的背，帮我顺着气，叹了口气道：程西西，你休想一两句话就把我气走，我们可是一起牵过姻缘线的人。当年定亲的时候，崔家主拿出一条红线，让崔琰和我牵着行李，说是姻缘线，只要行李过程中双方一直牵着不掉落，那便是有缘，这姻缘便成了。我记得我当时有一两个瞬间想松手，让线掉落在地上来着，但偷眼看到那一板一眼行着礼，芝兰玉树般的少年，又有些舍不得。想来那时他也不愿松手，这姻缘线才牵到最后的。现在回想起来，那姻缘线的意思应该要的是一个你情我愿。怪不得礼成之后，崔家主笑得那么猥琐，哦不，那么慈祥。那晚崔琰一直待在我的房间，等我睡着才走。我后知后觉地发现，原来我这么多年的安全感得有一大半来源于崔琰。半夜我突然心口不舒服，热热的，跟着火了似的，打电话喊了崔琰，闹着要吃冰激凌。他犹豫了片刻，买了来。我吃了几口，全吐了出来。我爸妈、我奶听到动静，到我房间全都围着我，看向崔琰。西西不会是有了吧？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？这婚礼还没办呢。我一下一下呕吐着，压根儿说不成话。崔琰涨红了脸，第一次结结巴巴地解释：我们没有，西西应该是着凉了。好好的怎么能着凉呢？亲热的时候再热也得盖上点儿。崔琰耳朵红透了。我吐完翻着白眼道：拜托了，你们都出去吧，我吐完好多了，留崔琰照顾我就行。崔琰倒了温开水，为我吃了药。欲言又止，良久，我们两个同时开口：你刚才为什么不解释？继而都忍不住笑了。是啊，我们其实都知道答案，就算我们解释了，他们也会以为我们害羞，不愿承认，所以干脆不解释了吧。摆烂其实有时候也蛮好的。经过这一折腾，已经到了凌晨1点，刚想睡着，我身上的月老印却痒了起来，仿佛无数只虫子撕咬着、啃噬着，痒得抓心挠肺，入骨入髓。而且耳朵里还隐隐约约听到有什么人在叫我的名字。崔琰，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在叫我的名字？我一边挠一边喊住正要离开的崔琰。崔琰神色一滞，先是伸手摸了摸我的额头，然后闭上眼睛默念咒语，探查是对方在加固月老印。看来指望他们悔改是不能了。走吧，事不宜迟，我带你去解印去。虽然立春了，但夜里还是很凉，月光如霜似水，猫头鹰咕咕咕叫着。崔琰把我裹成了粽子抱在怀里。我们用了神行符，不大会儿我们便到了我舅妈家。虽然有心理准备，但我和崔琰还是吃了一惊。月光下，整栋房子都呈诡异的红色，玻璃窗子像是鬼怪猩红的眼睛，闪烁着血红的光芒。我身上的不适感更加强烈，脸上身上都热了起来。有个声音针一般穿透我的大脑，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，说我的表哥曹明是我的良配，让我终生都要爱他。崔琰意识到不对，点了我的眉心，让我守住心神，将我安置到我舅妈院子外的一棵大树下，塞了一张符纸在我手里，嘱咐我不管是谁靠近我，只管把这张符纸贴在那人身上。也不知他从哪里变了一支箭出来，银光闪闪，还能在虚空中画符。巨大的符咒被他一掌推了出去，将整座房子覆盖。房子抖了2抖，砰一声巨响，
一只硕大的蟒蛇破墙而出，猩红的巨目闪着寒光，张着血盆大口，带着惹人作呕的腥臭之气扑了出来。崔琰冷哼一声，提剑迎了上去，一剑刺穿那巨蟒的身体，粘稠的血液还未滴落，他已如闪电般在蟒身上穿梭，顷刻间那蟒身便分崩离析，只剩一只硕大的头重重坠落在地，发出轰隆一声巨响。我做梦般地看着眼前上演的土蟒大战。在蟒头坠落的同时，房门吱呀一声打开，走出一个身高不足3尺的小矮子，长须长发，映着月光都是银白，指着崔琰破口大骂：“革老子的，竟杀了老子的灵宠，哪来的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崽子！”崔琰从蟒头上一跃而下，利利落落挽了一个剑花，长身玉立，宛如谪仙。那矮子一看崔琰的剑，干笑2声道：“阁下跟崔家主是何关系？”“崔家主是在下祖父。”崔琰淡淡地道。“哎呀，是贤侄啊，我是川西八世长老八童啊，你小的时候我还抱过你嘞。”那矮子虽笑着，但周身的杀气不减。堂堂川西八世长老，竟堕落到干涉民间婚丧嫁娶、修习禁术月老印的境地，你们门主知道不知道？那矮子瞟了一眼我，哈哈一笑道：“你看看，你看看，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不知道这姑娘是侄媳妇。”我这就给他解了这月老印。不等崔琰回答，他剑一般的闪现在我面前。小心！砰一声，那矮子跌倒在地，惨叫一声，吐了一口血。此刻他前心贴着崔琰给我的那张符纸，一只手臂被崔琰从身后斩断，掉在一旁。崔琰一张俊脸由于紧张煞白如雪。怎么样？我准头不错吧？这可都是打游戏练出来的手速啊！虽然我浑身如火烧一般难受，还是比了耶出来。崔琰舒了一口气，给我比了赞，提剑点了那矮子的穴位，搜了矮子的身，搜出了一个小瓷瓶，正是控制月老印的母骨。崔琰将母骨放在符火中烧焦，碾碎为我吃下。身上的燥热和耳朵里的幻听渐渐消失不见。崔琰见我脸色好一些了，神色缓和下来，转身走到那矮子面前，一剑柄倒在他丹田处，噗一声轻响，像是放了个屁般，矮子大叫一声，烂泥一般瘫在地上。川西八世长老八童豢养孽畜害人，使用禁术月老印，哪一条都足以让你死10次。今日废了你也不算冤。我那舅妈和表哥探头探脑，见八童被废，跑了出来，跪在崔琰面前求饶。我走进屋内，见给我诅咒下蛊的祭坛和香案都还在，便气不打一处来，指给了崔琰来看。崔琰弹了弹手指，祭坛和香案兜着起火来，很快付之一炬。以后不要让我再看见你们，不要再骚扰西西一家，否则我敢保证你儿子会消失无影无踪，警局都查不到那种。一股腥臊味传来，一滩水渍在这对母子的脚下蔓延开来。我在屋内的床上找到了奄奄一息的素影嫂子。我这个舅妈刻薄强势，偏偏我素影嫂子又是个软性子，一嫁给我表哥，便被这母子俩当成仆人来用，早早就累病了。我和崔琰将她送到了医院，可惜救治得太迟，1周后素影嫂子还是去了。我妈很是自责，觉得是自己害死了素影，要给素影父母一笔钱养老。我看着那一听要给钱便喜不自胜的老两口，完全没有死去女儿的悲戚，心里不禁为素影嫂子感到悲哀。她病那么久，但凡是婆娘和娘家有一方能顾惜她一下，她也不至于病死。娘家认为是嫁出去女儿泼出去的水，是别人家的人，凭什么还让他们医治？婆家认为娶来的媳妇身体不好，是女孩生身父母的责任，况且不生孩子不产生价值，凭什么治病？所以最可怜最无知的是这个娘不疼婆不爱的女人啊！我一生气，把要给的钱拦住了，从里面抽出1万块钱来，递给他们，让他们给素影嫂子办丧事，多了没有？他们咂咂嘴，无奈地接住了。如有来世，
愿素莹嫂子生在一个父疼母爱的幸福家庭，一生顺遂。我表哥曹明被月老印反噬，变得有点呆呆傻傻，我舅妈天天哭，眼睛都快哭瞎了。而且他们母子经过这件事，臭名远播，就算给再多的钱，也没有姑娘愿意嫁到他家。那被废修为的老矮子八童也赖在他们家不走，蛇鼠一窝过日子。我奶奶给我和崔琰在老家补办了订婚宴。晚上宾客散了之后，我问崔琰，那晚他又是杀蟒蛇，又是惩治八矮子，那么大动静，怎么村里人好像都不知道呢？崔琰淡淡一笑说，那晚他先推出去的符咒便是起到结界的作用，里面就算千军万马喊杀震天，外界一点也不受影响。你想学？我巴巴地点点头，尽力蒲扇着我的卡姿兰大眼睛。嫁给我，想学什么我都可以教你。崔琰说完，我脸还没红，他的耳尖竟先红了。这家伙说完才发现这句话含义很深很广，很暧昧啊。喵的，他应该是脑补了什么不可描述的画面。哟，变坏了。崔琰，我脸不由烫起来，对着他的胸口便是一拳。崔琰，你这个大坏蛋，再也不要理你了。啊，我待不下去了，这气氛太尬了。我还来得及跑，便被崔琰一把拉住，带进怀里，稳住。全文完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